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无名的作品，如王一博的女朋友好惨，因为没有署名，所以不署名。重要的是要注意春节摊位上的各种餐点如何排列，就像你在除夕摆桌子一样。也就是说，假装春节就是年夜饭，菜单上有开胃菜、主菜、甜点，还有冷热菜品、荤素搭配，还有几样用来消化和开餐的小吃和小菜。2023年春节档，菜品琳琅满目，色彩绚丽，观众消费热情空前高涨。这就是最近几周票房收入增长如此之快的原因。另一方面，虽然这道被简称为无名的菜可能不是餐桌 C 位晚餐的主要吸引力，但它是一道无论是在味道上还是在菜品上都令人眼前一亮的特别菜。整体口径，电影无名在定位好、三观赏心悦目、视觉效果出众等方面的过人之处无可厚非，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强调导演的个人风格是可行的，在很多商业电影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这种品质是应该被认可的。这是我想要传达的信息。例如，在故事结构上，导演有意颠覆了类型片中典型的线性叙事，人为的在不同时间段和地点对情节进行剪裁、翻转、搬迁和穿插。这样做是为了给人以故事以非线性方式展开的印象。所以无名并没有以故事情节的曲折、跌宕起伏取胜，而是很好地传达了其中的寓意，以及那些只能看得懂却不能看得懂的细节。文字表达出来，还有一些潜台词需要细细品味、反复品味。此外，无名在表达各种潜在含义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必须在多个场合仔细聆听和欣赏。或许有人会质疑这种非线性叙事的必要性，但这恰恰是导演用来营造紧张气氛、延缓真相揭开、增加故事吸引力的一种个性化手法。还有其他人可能会质疑这种非线性故事情节是否绝对必要。例如，在影片的开头，梁朝伟饰演的何导在张老师弃暗投明后，来到了黄磊饰演的张老师身边，并就此向他提问。何主任对张先生弃暗投明的决定很感兴趣，双方一问一答，但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发生。直到影片后半段，何导发现他的袖口上有一滴血，镜头才让观众回到结论。谈话内容：中共地下特务何主任开枪打死了投敌的叛逃员张先生，这才真相大白。看起来故事就像拼图一样在这里构建，以便读者可以将其拼凑在一起。每一行似乎都笼罩在其上的令人困惑的逻辑层中，让人很难理解所说的内容。作者似乎不确定是否要发表声明。贯穿整个故事的这种不可预测感也反映在角色之间发生的对话气氛中。所有的角色，而不是直接代表好人和坏人，现在都被置于一个令人费解的叙事迷宫中，很难区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想象的。这使得理解故事中发生的事情变得更加困难。影片一开始，叶书记王一博士和王队长王传君是形影不离，形影不离，形影不离。王一博饰演叶书记，王传君饰演王队长。他们一起破案，一起抽烟圈，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甚至一起谈案。剧情一直到最后，反派被主角打败，观众毫无准备。两位主角被两组对立的人俘虏，其中一组在公开场合活动，而另一组则在阴影中活动。同事和兄弟组成面子，敌人和对手组成里子。两组人都有足够的后盾。有一个特定的事件发生在电影的最开始，叶某和王某一起吃完饭，开着车继续聊天。他们刚刚决定为自己多点1盘清蒸排骨，王只吃了2块，叶把剩下的吃光了。叶表示原因是因为分量不足，他将这家企业称为黑店。很可能导演故意把这个梗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迷惑观众。观众第一眼从后面看到这家店的时候，就知道饰演店主的李欣其实就是王队长的父亲。然而直到后来的场景才出现这种情况。很明显，
叶秘书完全不知道这种关系的存在。那么问题来了，王队长是不是有意隐瞒？还是说叶秘书的举动只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这道由清蒸排骨组成的菜肴似乎揭开了秘密。据王队长说，上海人的文化是早点1人份，需要饮用，下订单的人必须消费它。你不吃别人的食物，你只消耗你自己的。这里的含义是，您可以自由食用已经在其他人的盘子里端上来的清蒸排骨。住在村里的叶书记虽然会说上海话，但对老家的风土人情却不是很了解。叶秘书闲暇之余写的一篇看似无关紧要的文章，道出了他局外人身份的真相。在以下场景中，叶秘书曾2次向王队长提出以下问题：为什么那杀死了一？我们第1次问王先生这个问题，他的反应是一不尊重我。关于杀戮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次日，王某又杀了方女士，叶某继续追问农某杀一的原因。叶回敬说，我也是共产党员。王也跟着说，我也是。随后他将枪顶在王某的头上，并指着他的方向进行恐吓。他的好兄弟很快就被一颗子弹轰的一声炸死，没有怀疑的余地，剩下的只有冷血的杀戮和不屈的决心。导演很可能对世界上应该如何看待人性和暴力持这种观点。经历爱或恨只需要几分之1秒，而一只眼皮合上的时间可能是生与死的区别。一旦发生战争，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被隔离在许多阵营中，并根据周围环境分配一系列不同的身份和名称。这些名字和身份将根据他们的情况给予他们。尽管如此，他们仍将继续以与普通人相同的方式进食、穿衣和行事，将人物的信仰、党派、阵营、阶级等内在身份置于背景中，让他们回归到最基本的无名状态，以便导演发现每个人所隐藏的秘密。人品在手，这大概是导演最想传达的意思。存在于其中的世界，这也是无名中人物构思和发展的中心思想。每个人在面对纷乱的世界时，都会不自觉地揭开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神秘小99。这对人和动物都是如此。例如，叛逆的张先生想通过背叛和被投机者背叛来夺回理想的田园生活。张先生认为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因为他受不了地下工作的压力，他也受不了地下工作的压力。他通过参与许多欺骗行为来实现这一目标。当他意识到王的骗局即将被揭穿时，他开始与王密议和。重庆方面并以一种不被注意的方式与王先生交谈。王是参与谈判的各方之一。Mori Hiroyuki 将 Naga Watanabe 一名为日本特工部门工作的秘密特工，精明而隐秘的性格生动地呈现在银幕上。看来他已经预感到帝国即将走到尽头，而他也开始暗中为自己筹划战后的出路。导演的意图是创造一个描绘灾难性事件的场景，他通过让角色同时前往不同地点，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归根结底，无非是想利用这个舞台，让观众意识到人性中固有的基本倾向。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由于无名的作品没有署名，所以粉丝们可能只会争论画家的身份和画风，比如王一博的女朋友好惨。电影《无名》的剧情是春节观众讨论最多的话题。一部分观众看穿了对影片的幼稚批评，进入影院观看《无名》，尽管最初因为太阳黑子而误解了它。名称已更正。No Name 的故事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讲述，相反，它使用导叙和插曲，这些都是在学校教给每个人的技巧。此外，叙事风格并不肤浅，而是需要读者自己去体验和理解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上关于《无名》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有些观众已经多次看过这部电影，因为他们要么第一次找不到细节，要么不记得之前放映的细节，即使是在下午9点或2点。时钟敲响了12点。偷偷溜出去很晚才回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但《无名》是一部准确刻画当地人的剧。除了飞机上的柴犬，它
他的全名是罗斯福，影片中的其他人都只使用彼此的姓氏，这也是他们的名字。正因为如此，许多观众在看电影时过于专注于屏幕，而无法认出舞台上的演员。江疏影到底是什么原因要了大鹏的命？因为对他的感情太深，所以被捕后还担心被大鹏折磨。王一博，你是我们党员吗？他的爱人早逝是一个可怕的损失。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王传君不是，发言人质疑朋友的妻子是否可能因该项目而被欺负。梁朝伟不应该那样暴露自己。自从5年前躲起来后，他一无是处，一帆风顺，不禁让人好奇，王传君和王一博是如何从相爱到同房斗殴的？他们不就是到处吸着香烟，表现得像个白痴吗？这些谈话能否让没有看过电影《No Name》的人相信家庭娱乐领域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应该寻找的东西？是的，如果这里提到的是真的，内部娱乐应该改变。不知情的人能够接受如下解释：黄磊有外遇，王一博有隐情，梁朝伟进行复杂的刺杀行动，江疏影暗恋大鹏。但由于没有以姓氏公布名字，也无法以任何方式区分人物，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王一博的聘书现在称呼他为邪谋及叶老师的中文称呼。江疏影现在是江老师，王传君现在是王老师，大鹏现在是唐老师，黄磊现在是张老师，周迅现在是张老师等等。这里是江老师，方老师就是张静怡。鉴于他们有限的放映时间以及其中一些人只被命名过1-2次的事实，在整部剧中跟踪他们的姓氏可能会造成混淆。跟影迷们说某个王是指王一博还是王传君？如果可能的话，鼓励包括表演者的真实姓名。虽然那些没有在网上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可能会感到困惑，但那些已经看过这个角色的人会认出这个角色，并且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那些宁愿保持匿名的人和那些没有名字的人都有姓氏。的确，在那个年代，甚至有不少人自己杜撰名姓，这无疑是最方便、最快捷的选择。尽管所有相关人员在讨论演员时都必须使用演员的名字，去影院看无名的人数和谈论演员真名的人数都在持续上升。希望世界早日彻底理解王一博和梁朝伟的口角。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